好久没开录，我上礼拜没录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巷口车频道，我就是人称土厨小公主，风华绝代黑妮可。今天呢，我是想要来跟大家做一个解惑的动作。因为啊，在我们那个土厨小公主的系列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好朋友 Rod 呢，他有在留言区里面留下了他的一些小问题。我发现说，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讲的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准备了这个土厨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——土厨角。来让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复杂的讨论串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土厨要种在脚踏车上面，它是需要一些锁固点。那你把这些锁固点锁好之后呢，土厨就会安安稳稳的装在你的脚踏车上面了。我们几个锁固点呢，前端大家看得到说这里有一个长圆孔。它会锁在我们车架的下桥管处，这边看到一个弯起来的折角，不好意思，为什么我觉得那么好笑？是因为说，其实这是我们这些 OEM 工厂为了省空间，所以现在把它弯起来。等到了组装厂的时候，要把它组装在我们的上桥管处的时候呢，会再把它搬回来。这样是不是很省空间？所以 OEM 厂的智慧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所有的组装厂他们就会默默的接受，不管你怎么弄它，不会有收到信说，那个要先帮我弯起来啊，错吗？有时候会，但是你就跟他说买啦，安内较贵哦。哦，好啦，无阮家己歪，超好沟通的。OK， 然后最后面呢，我们就需要一个锁土厨角的位置啦。那今天示范的是一个我们传统式大家最常在一些妈妈车、通勤车、学生车看到的一个锁固方式，没有关系，它只是一个代表性，不一定你的脚踏车上面是这样锁的，可是你就是用想象的方式说，我们是需要一个下桥管、一个上桥管，然后跟一个土厨角来做一个所谓的3点支撑。为什么会用到3个点呢？其实你就会想啊，越多的点支撑，它会越稳定嘛。那特别像我们这些土厨会在那边陪啦、晃啊晃的啊，其实都会影响到你骑乘上的危险啊。所以能够锁3个点、4个点、5个点、6个点，就会更稳定啦。你说是不是呢？所以大家就会在这些点上面找到一个最经济，但是又最能够稳固去锁住的一个方式。好啦。他今天骑的脚踏车上面没有可以锁土厨角的锁固点呢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先了解说土厨角它怎么锁上去的。虽然说我们看到说，我是这样画上去的，那它其实一样也是3点固定。第一个点呢是固定在土厨上面，另外2个点呢，它有左右2边，它是固定在我们车架上面的锁孔上。这时候搬来了一台我不知道能不能用的车架，而且重的要挡干没戏。没有啦，有啊，有耳朵啊。好啦，只有一边啦，另外一边没有。对啦，刚好可以示范说，如果你的脚踏车上面有耳朵的话，你当然就可以直接锁这个耳朵，固定你的土厨角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很衰，像另外一边，我没有，那就很衰。你要怎么锁？其实我们这些做土厨的厂商呢，也有很用心的为大家做设想。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所谓的束圈快拆型的部分，就是锁在你的一个后上叉的位置，然后让你可以固定你的土厨角，保护你的屁屁。你第3个点只是做一个 hold 的动作，就算你的脚会在那边其实这里还是固定住的，并不会影响说它的一个稳定程度。那你到1/2了，你觉得只锁前后2个点的时候，这里是不是软趴趴？有没有软趴趴？有，对不起。好啦，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锁点？也是因为我们的 fender 这么长嘛，才会需要说有固定的点呢，让你在骑乘的时候，土厨不会有任何的晃动，造成杂音，或是卡到你的行进的路程。那这样子可以让你的骑乘是更安全的咯。那我希望说呢，如果大家对于组装土厨有任何的疑问呢，也可以像Rod 一样，在我们的影片下方来对我们做留言，告诉我说，你在组装上面遇到了什么问题，我就会在这里现场来为你来做解释跟说明。安妮有没有问题？安妮有问题？安妮，请说。有一次我在装土厨的时候啊，结果它的那个土厨有一个锁点是在5通旁边下桥管上面。超难锁的啊！我的手指都已经在那边伸到不行了。都是好胖哦。这个位置的锁点的设计啊，其实是否我们的组装线的思维。你想要正锁的时候，确实很有难度。但是如果你是组装线是倒锁的时候，这个位置就显得好锁多了。所以你只要遇到任何问题，你就是1001招，把车子倒过来就对了。所以越是 OEM 的零件，
那它越有这种可能性是不太适合一般维修使用的。好，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呢，对于我们 OEM 的思维又有更进一步的想法咯。好，介绍一下你的口罩。这是我们呼吁各位朋友们，你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哦。介绍一下你的衣服。这是我们的团服。什么团？我们脚踏车 B 团。各位小青团友们，你们有在看我吗？